费可欣坚定不移的语气让于义伟心中怒火中烧。可是费可欣没给他继续纠缠的机会，他主动拉着叶晨开口道：叶先生，咱们走吧。叶晨点了点头，看也没看于义伟，便与费可欣一起朝着别墅的房门走去。于义伟眼看叶晨与费可欣都要离开，顿时脱口说道：费小姐，您最好离这个人远一些，我看他今日印堂发黑，必有血光之灾，当心他到时候连累了您。费可欣有些厌恶地说道：于先生，如果你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就请不要再来叨扰我们，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。于义伟却信誓旦旦地说道：费小姐，在下从小研习风水玄学，对面相也有很深的造诣，此人今日必有大灾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离他远些为妙。这可都是在下一片赤诚的金玉良言啊。费可欣有些忍无可忍，正想说话，一旁的叶晨却率先开口，笑着问道：于大师不简单啊，竟然能看得出我有血光之灾，不知可否指点一二。于义伟轻哼一声，满脸倨傲地说道：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我们这种风水师向你泄露天机都是有损功德的，况且你这灾祸十分严重，大有性命之虞，若不做一场法事，很难彻底破除。你若是真想我替你破除的话，就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，好好求求我。叶晨不由笑道：现在就求你出手的话，那岂不是尝不到教训了？不如这样，我先等着看看，看看血光之灾来不来，要是真来了，再求你也不迟。于义伟冷笑道：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也罢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那我们就走着瞧，等你尝到教训再来求我救你也不迟。叶晨笑着点了点头：好，我等着。恰好这时候，刘家辉的助理阿明从别墅里走出来，见到叶晨与费可欣，立刻恭敬地上前说道：叶先生，费小姐，刘先生吩咐我先安顿你们到别墅里稍事休息，他和阿忠一家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与费可欣一起迈步走了进去。霍家别墅空置多年，所以装修整体保存得非常好，因为当初也是请了知名设计师来操刀设计，所以许多经典元素即便现在看起来也并不算过时。而且刘家辉连夜撤换了别墅里几乎所有的软装家具，所以又让这别墅整体提升了一个档次。阿明招待叶晨与费可欣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便恭敬地问：叶先生，费小姐，二位需要喝点什么吗？我让人准备一下。叶晨摆摆手，淡然道：你先去忙你的吧，不用管我们。阿明点了点头，忙道：好的，叶先生，那在下就先去忙了，有事您随时招呼我。说着，阿明便毕恭毕敬地离开了客厅。客厅里只剩下叶晨与费可欣，于是费可欣便问他：叶先生，那于静海真是被人引天雷劈死的吗？叶晨淡然一笑，问他：你之前在金陵的时候，不是已经把我调查得很清楚了吗？怎么这件事情你没有听说吗？费可欣尴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当初私自调查您的决定确实很唐突，好在我悬崖勒马的早，所以没有查得过于深入。叶晨笑道：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是客观的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在金陵的时候应该已经把跟我有关的很多事情都调查清楚了，其中也包括于静海那件事。费可欣连忙摇头道：不瞒您说，叶先生，于静海的事情我还真的没有耳闻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叶晨点点头，坦然道：没什么不方便的，不过这件事情也很简单，当初于静海到金陵，在拍卖会上跟我起了些许争执，于是就对我怀恨在心。
后来他想利用自己在风水玄学上的一点造诣，一统整个玄学界，甚至还在玄学大会上意图把我杀掉，所以我就顺手把他给劈死了。费可欣惊呼道，真有能引天雷把人劈死的玄学术法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叶晨愣了一声道，这种事情没什么匪夷所思，不可思议的其实就是利用一些特殊的法器来得到一些特殊的目的，无非就是玄学层面的能量转化。说着，叶晨随口道，如果给古人看到飞机，他们肯定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可你如果在现代随便问一个初中生，他都能答出来飞机的原理，无非就是把燃油里的热量转化成喷气动力，再借由机翼产生升力。玄学术法也是一样，只不过玄学术法的能量转换普通人看不懂而已。费可欣听得惊骇，随即又道，这么说来，那于静海也有几分真本事，这个于义伟刚才说您有血光之灾，有几分可信。叶晨笑道，他的道行还是差了点，我看今日有血光之灾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此时别墅院中，于义伟表情十分阴毒地低着头，从自己的道袍之中取出一个拇指般大小的细长圆瓶。这圆瓶周身并不透明，看不出其中究竟装了什么。于义伟小心地将圆瓶上方的盖子打开，一股腥臭味道顿时从中冒了出来。原来这瓶子里装的竟是腐败臭烂的血液。紧接着，无数细小的蠕虫从血液之中钻了出来，露出一根比头发丝还要细，如针尖般的口气。这种蠕虫便是于义伟用死人的血液豢养的血蚊。当初于静海在玄学大会上也曾经放出自己豢养的黑色蚊虫，但凡是被那种蚊虫叮咬过的地方，必然发生腐败溃烂，成百上千只蚊虫一起攻击。就算是一头牛，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亡，并且化成一堆腐肉。不过于义伟的血纹与他父亲于静海的黑纹有些许不同。于静海的黑纹是专为夺人性命培育的，和宣风年的本命蛊虫一样，都属于杀人越货的武器。而于义伟的血纹杀伤力相对要柔和一些，这种血纹经过特殊培育之后，会完全受于义伟意念的操控，而他们在叮人的时候不会从人的体内吸血，只会向人体内分泌一种经过培养的特制毒素。这种毒素大量存在于血纹生存的腐败血液之中，所以血纹体内富含这种毒素，它能让人浑身的肌肉酸软无力，大脑昏昏沉沉，反应能力与判断能力也会比平时差上许多，甚至还会让人高烧不退，神志不清。若是剂量足够大的话，这种毒素也能置人于死地。一般情况下，于义伟不用这种血纹杀人，而是专门用这种血纹来给目标客户做一个杀猪盘的圈套。于义伟会先选择一个目标客户，然后先以看相作为切入点，声称对方有血光之灾，甚至有恶鬼附身。不过对方身体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，自然会对他的话持怀疑态度。于义伟也不怕对方怀疑，对方不信，他就会择机悄悄放出血纹，让血纹叮咬对方。对方被血纹叮咬过后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状态，甚至走路都会双腿发软，眼前发黑。这种情况很像所谓中邪或者鬼上身的感觉。如此一来，对方自然会联想到他之前的话，对他所说的内容开始逐渐相信。而且人在这种状态下也极容易发生磕碰、摔倒、滚落或者车祸，而且如果在外的话，也容易被其他行人、车辆剐蹭撞击。如果客户受了伤，很容易就会见血，所以也就能对应上他之前所说的血光之灾。
经过亲身体验之后，一般客户都会慌不择路，认为于毅伟确实是个大师，并且选择对他的话无条件信任，不惜代价地找他帮忙破解。而于毅伟针对血纹体内的毒素也有专门的解药，一旦客户求他帮忙，他会先收取巨额的酬金，随后做一场假模假样的法事。法事进行到最后，他会让客户自己取一杯水来，然后现场引燃一张他亲手所写的符篆，再将符篆烧成的灰撒入客户自己准备的水里，让他喝下。在他向杯中撒符灰的过程中，会利用魔术师常用的障眼法，悄悄将解药放入水里。如此一来，客户只要喝下这杯水，所有的不适都会药到病除。可是客户并不知道，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他设下的圈套。客户因为亲身体验了从好到坏，从坏到好的全过程，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此人果然是神乎其神的大师，自此对他尊重有加，推崇备至。于毅伟利用这种方法，在港岛骗了不少有钱人，早就赚得盆满钵满，而如今他便打算用这个方法给叶晨设一个套。他此时心中暗忖，只要能让那个姓叶的见血，让他跪在地上求我帮他破解，费可欣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，同时也肯定会对姓叶的失望至极，届时我就有机会对姓叶的取而代之，成为费可欣的御用风水师了。